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有川真由美所著的《60岁之后活得精彩的人都在做什么》这本书。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如今的60多岁人群非常有活力，晚年的意识已经变得相当淡薄，在各个方面都充满着仍然在第一线活跃的感觉。60岁终于可以自由实现自己想做事情的年代。这个阶段体力和精力依然充沛，也拥有至今为止积累下来的生活智慧和经验，可以把时间和金钱用在自己身上，用一种像玩耍一样的方式去享受人生。像这样属于成年人的黄金时代，如果不去好好享受，那实在太可惜了。如果现在不去玩，不去享受人生，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从60岁开始，以像玩一样生活的态度去过日子，很多事情都会逐渐顺利运转起来，也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人生的滋味。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像玩一样生活会更好；第二，60岁以后仍然活得精彩的人所拥有的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像玩一样生活会更好？所谓像玩一样生活，其核心其实是让自己感到满足。所谓玩，可以归纳为3个要点：做自己主动想做的事情，做自己在过程中感到快乐的事情，一直做到自己感到满足为止。也就是说，一切的标准都在于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去做那些让自己心跳加速、充满期待的事情，开心地投入其中，然后尽情享受结束后的满足感。在决定每天的行动或人生方向时，可以把是否快乐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，就像年幼的孩子会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一样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到尽兴，即使是作为成年人必须完成的事情，如果加入一点玩乐的心态，也会变得更加有趣。当我们用玩乐的心态面对生活时，就会变得更加轻松，也更愿意尝试各种事情，无论是兴趣、学习还是工作。只要在生活中加入更多让人觉得有趣的体验，就能不断培养每天的丰富感、生活意义以及幸福感。即使是疾病、照护等看似消极的事情，如果也能从中找到希望、喜悦、乐趣或幽默的一面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坚韧。人生本来就是谁更会享受，谁就更幸福。要么去做快乐的事情，要么让正在做的事情变得快乐。当我们能在这2者之间做出选择时，内心自然就会朝着更加明亮的方向前进。作者对此深信不疑。无论人生在什么时候结束，如果能像玩得尽兴的孩子那样，在最后满足地说一句“真是太快乐了”，如果人生能够像这样尽情玩过，那该多美好啊！其实就连看起来很无聊的事情，也可以把它变成一种游戏，比如做家务、购物、运动等日常活动。如果能以一种玩乐的心态去享受的人，往往更容易获得幸福，因为即使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，他们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和意义，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内心完成幸福感。日复一日的生活很容易变得单调，但我们也可以偶尔这样想：今天要不要试着做一种不一样的早餐？如果在味噌汤里加这个，会不会更好吃？要不要试试新的清洁工具？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可以改进和尝试的空间，只要保持探索的好奇心，用一种觉得有趣的心态去尝试，原本因为责任或习惯而做的事情，也会重新变得积极生动起来。举办一些特别的娱乐活动当然很好，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由日常生活的重复构成的。因此，能够把各种事情都变得有趣，并把它们变成游戏的能力，或许正是决定60岁以后人生是否充实的重要分水岭。作者说，他很喜欢用“既然如此，不如顺便”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事情。比如说，如果要开车移动40分钟，那既然如此，不如播放一本书的摘要音频，把这段时间变成学习时间。整理衣柜的时候，也会想，既然如此，就把它整理成最方便拿取的布局。像这样多想一步额外的价值，
日常生活就会变成一种特别的时刻，不知不觉就会沉浸其中。那些一直认为必须为了赚钱而工作的人，其实也可以把目光放到工作带来的附加收获上，比如通过工作活动身体，从而保持健康，与人交往的乐趣，生活因此产生张力和节奏。如果能看到这些额外的收获，工作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。另外，要把看起来辛苦的事情变成一种享受，也需要成年人特有的智慧与从容。例如，在护理老人这件事上，有的人只是像履行义务一样痛苦地完成，而有的人却会一边开玩笑，一边一起享受相处的时光，用笑容面对。作者有一位朋友，已经照顾98岁的父亲超过20年。他这样说：其实父亲在，我反而也受到了帮助。一起散步就变成了运动，每天3餐的准备也成了研究料理的机会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生活，可能会过得更加懒散。我一直想着不是去照顾他，而是享受一起度过的时间，所以心理负担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在家里读书、喝茶，偶尔去吃个午餐或泡温泉，给自己一点奖励，也是能坚持下去的秘诀。像这样的人，无论在什么事情、什么地方，都能把它转化为乐趣，因此内心拥有很大的安心感。到了60多岁，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些疾病或身体的不适。作者自己在50多岁时也患上了关节风湿，现在仍然一边与疾病相处，一边生活。虽然不是危及生命的病，但当时也经历过剧烈的疼痛，以及药物副作用带来的情绪低落。他也曾想过，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工作了，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，没有人能理解我，因此感到悲观，也有过流着眼泪的夜晚。但随着疼痛一点点缓解，他开始注意到，还有可以做的工作，有帮助走路的拐杖，还有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人际关系。渐渐的，他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仍然拥有的东西上。当身体恢复后，他发现吃饭很好吃，阅读很快乐，能和朋友开玩笑、大笑，这些曾经觉得理所当然的日常，现在都让他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感恩。正因为曾经短暂地失去过，他才真正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。与其把状况简单地认定为坏事，不如尝试把它理解为了保护自己而发生的现象，或是人生传来的某种讯息。这样一来，就能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、时间的使用方式，以及真正想珍惜的人际关系。要从悲观中走出来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因为自己悲观而否定自己，允许自己悲伤，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去思考，在现在的状态下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从小小的快乐开始寻找，听喜欢的音乐，散步10分钟，和人聊天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生活的乐趣上，心灵就会慢慢走向恢复。作者这样说道。把任何事情都当作游戏来享受的能力，其实是通过一些习惯磨练出来的。比如，想办法让事情变得有趣的习惯，在生活中加入玩心和幽默的习惯，给事情赋予积极意义的习惯。如果每天都在说生活很无聊，那什么都不会改变。让这个本来没什么有趣的世界变得有趣的，其实取决于自己的心态。当人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件，也能感受到充实而丰盛的每一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60岁以后依然绽放的人所拥有的习惯。如果一定要说，绽放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那就是像玩耍一样生活，并且生活顺利的人。他们随着年龄增长，反而越来越自由自在，让人生更加丰富多彩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思考？如何行动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习惯一回到童心，开始新的事情。作者和60多岁的朋友聊天时，曾经有过这样的讨论。有人说，我重新开始了中学时做过的运动，真的很开心。我新开始的兴趣爱好，其实仔细想想，
就是小时候喜欢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到了60多岁，人真正喜欢的东西，其根源其实和童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而且正因为到了60多岁，反而能够更加纯粹地追逐那些让自己心动的事情。大家对此都深有同感。即使到了60岁，只要能找到像孩子玩耍那样让人沉迷的事情，尽情享受，就能保持心灵的年轻，同时让大脑、身体，甚至生命力都更加活跃。不妨以童心和玩心为切入口，曾经做过并觉得很快乐的事情，曾经想做却没有机会做的事情，从这些事情开始，轻松地尝试一下吧。如果一时想不到特别想做的事情，一个诀窍是，在自己能做到的范围内，小规模的试试看。只要有一点兴趣，就先试试看。当你开始做一件事，就会逐渐感受到乐趣和成长，于是会想尝试更多的事情。不知不觉中，就会培养出可以成为兴趣爱好的东西。回到童心，做让自己心动的事情，和朋友一起分享快乐，单纯的享受其中。如果像玩耍一样生活，60岁以后的人生也会再次绽放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要把想做的事情一再推迟，想做的事情尽量马上行动，尽早去做。因为一旦过了60岁，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奇怪，可能会生病，也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可能需要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家人或亲密朋友，甚至像疫情那样突然让人无法自由行动的事情也可能发生。所以想见的人就去见吧，想去的地方就去吧，想体验的事情就去体验吧，想学习的东西就去学习吧。作者说，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有些极端，但他是抱着只剩下1年可活的心态在生活的。正因为不能再想着以后再做吧，总有一天再做吧，改天再去见吧，所以只去做那些真正想做的事情，而且立刻去做。而那些已经在做却提不起兴趣的事情，则干脆果断地放手，只留下那些自己真的很想做的事情。这样一来，人会变得出乎意料的轻松，自然而然的就能像玩耍一样生活。工作也不再只是为了钱，而是选择那些能让自己感到满足的事情。休息日就去做让自己兴奋的事情，和喜欢的人一起开心的度过，同时享受了解未知事物的喜悦，亲身体验的快乐。这一切都像是在玩一样。当你这样认真的对待眼前每一件事情时，就会吸引到频率相合的人。有人会邀请你一起做些什么，也可能会突然迎来意想不到的机会，于是人生就会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。很多时候，明明是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却总是拖到以后再说。这是因为我们觉得人生还有很多时间，想等准备的更完美一点再开始，想等生活更有余裕的时候再做。其实这并不是懒惰，而是因为太重视这件事，所以变得过于谨慎。正因为如此，不如试着稍微有点先行动再说。对于60多岁的人来说，把想做的事情一点点变成已经在做的事情的关键是小轻松的开始。例如，今天只做5分钟，先试一次看看，轻松地小规模的尝试。如果不顺利，就稍微调整；如果不喜欢了，就停止；如果越来越想做，就继续。只要积累了经验值，就已经足够了。放松肩膀，随心而动，这就是像玩耍一样生活的态度。当你又想把事情拖到以后时，不妨对自己说一句：想做的事情，就在想做的时候去做，才是最好的。因为在那前方，正有你想要的生活在等待着。希望从60岁开始，能够像玩耍一样生活，让你被赋予的人生时间充满喜悦。觉得怎么样呢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